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小胖墩系列玩偶猪猪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玩偶由主体和配饰两个部分组成，先钩织主体，然后制作并安装各个配件。主体包含身体、腿部和手臂，分别钩好后再进行组装。先学习身体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加入填充棉。先来认识一下表格，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，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，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锁针和引拔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款产品有云朵儿版和手编2号版，其中云朵儿版在使用云朵儿线材钩织时，为1根线进行钩织；手编2号版在使用手编2号钩织时，为2根线，并成这样1根线进行钩织。取线时，可以在线团外面和线团中心分别取1根线。这里我以云朵儿版为例进行演示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来学习钩边的基本姿势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做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单环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小拇指上绕1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1圈，钩针上形成一个线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线圈稍微拉大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钩出，继续捏住线圈，保持大小不变，这样单环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1圈，表格中 R1 是 8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钩几个短针，没有数字默认钩1个短针，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8个短针。钩之前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绕线将线钩出。短针的起立针不算1针，因此在表格中没有标明。实际绕圈钩织时，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每一圈的开始都需要钩起立针，并且短针的起立针不算1针，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下面钩短针，钩针穿入大洞，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对应右上方有这样一个 V 字形的辫子，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，在这个针目上扣记号扣做标记。
接着钩第二针，穿入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又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这一圈一共需要钩8个短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。3、4、8。完成后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拉紧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。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，也就是系腰扣的位置，穿入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钩。引拔针同样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绕圈钩织时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每一圈的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二圈，这一圈是8V，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钩几个短针加针。同样，如果前面没有数字，就默认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里也就是钩8个短针加针。钩之前，同样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针目钩2个短针，穿入上一圈第一个针目，也就是刚刚引拔的同一入针位置。钩织时，把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。1，在这一针上扣记号扣标记。往后的每一圈，第一针都要扣记号扣做标记，大家不要忘记。2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短针加针。继续在左侧针目钩短针加针。如果看不清针目，大概对应位置入针。注意收线头。1、2，又一个短针加针完成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剩下的针目中依次钩短针加针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在第一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穿入第一针针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
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完成，拉紧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起针的线头已经长了一圈，如果还有剩余，可以剪断，也可以不用处理，作为填充物。有起针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。我们在正面扣记号扣做标记。后面钩织时均是正面朝外。下面钩第三圈，表格中 R3 是括号 xv 乘以8，这里的小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，这里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8次。先钩第一次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上一圈的第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一道记号扣到这一针上，接着在相连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括号里的针法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是第二次。接着再重复6次这样的针法，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4圈，这一圈同样是小括号里的针法，重复8次。先钩第一次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第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在相连针目钩一个短针。第一次完成，大家继续将剩余的7次钩完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我教大家数圈数的方法。可以看到，织物表面有一圈一圈这样的纹理，一个纹理表示一圈。数一下纹理，1、2、3、4，表示现在钩了4圈，这个就是数圈数的方法。后面的第5圈到第14圈用到的针法，在前面都有详细演示过。
加减针情况说明所表示的意思多与之前类似，大家只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对应钩织即可。其中不加不减的位置表示挑上一圈的针目，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，不需要加针。往下，大家参考表格中的针法，将第5圈到第14圈钩完。钩织时不要忘记钩开始的起立针和结尾连接的引拔针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第14圈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钩第15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不加不减钩5个短针。接着看小括号里的针法 K， 表示空针，也就是跳过一针不钩。在左侧第2针依次钩6个短针。这样括号里的针法就完成了1次，往下再钩6次。完成后还剩下2个针目，跳过一针，在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。完成后与第1个短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15圈就完成了。后面剩余的圈数，大家参考表格中的针法将它们钩完即可。钩织过程中，注意塞入适量填充棉，不要塞得太多。最后一圈完成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将线头拉出，拉紧，然后穿入缝针，接着像这样依次挑针目的1根线，依次拉紧，然后将线头打结，将线头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多藏几针后，剪掉多余的线头，这样身体就钩好了。钩好后可以将系腰扣取下，也可以到最后统一取下。下面来制作腿部，来看成品。腿部一共有2条，钩织方法都一样。
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对照表格钩好第一圈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，下面来钩第二圈。这一圈需要挑针目的后半针钩织。来认识一下针目，一个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。靠近自己的这一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一根是后半针。这一圈都是挑后半针钩织的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钩针穿入第一针的后半针，也就是这根线。钩织时将线头收好。我们在第一针的剩余半针上扣记号扣做标记，继续挑相邻后半针钩织，接着收线头。在最后一针剩余的半针上也做好标记。起针的线头可以剪断了。然后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2圈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这一圈正常挑针目钩织，先依次钩3个短针，剩余的针目不用钩织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下面来钩脚趾，脚趾是在第2圈剩余的半针上钩织的。先将腿的起针处朝上，然后挑第1圈最后一针剩余的半针上接线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在左手上挂好，将线钩出，接线完成，然后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接线处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记得收好线头。然后分别在左侧这2个半针上再钩一个短针加针。完成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接线的线头可以剪断了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进行收口。
缝针依次挑针目的前半针穿入，然后拉紧线头，最后将线头打结藏好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接着在剩下的3针半针上再分别钩一个短针加针，完成后引拔连接。拉紧，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。系腰扣可以取下，然后按照刚刚的方法进行收口。完成后，将2个脚趾中间这里固定一下，完成后打结长线。这样一个腿部就制作好了，往下按照相同的方法再制作一个腿部。下面来安装腿部，来看成品。腿部缝在身体的第7到8圈处，之间间隔6到7针，身体的引拔位置在后方，腿部缝在身体前面。
将腿部第3排的这3个短针从两侧偏下方一点，脚趾是横着的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缝合前可以先用记号扣固定一下，然后沿着边缘进行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完成后打结长线。这样一侧腿部就缝好了，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。注意缝好后脚趾是横着的。到这里腿部的制作就讲完了。下面制作手臂，来看成品。手臂也是有相同的2条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、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先环形起针，完成后钩第1圈，在起针的大洞里钩3个短针，完成后收好线圈。不用引拔，直接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第1排就完成了。接着来钩第2排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在左手上挂好，将第1圈正面对着自己，在第1针上进行接线，然后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接着钩大括号里的针法，大括号所表示的意思是在同一位置钩织。先在接线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同一位置钩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再绕线，依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，这样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。大括号里的针法也完成了。下面是一个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2个锁针，然后挑针目前方1根线和下方1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。这样一个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往下在左侧针目再钩一个中长针。我再演示一次中长针的钩法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
注意收好线头。再绕线，依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又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。然后又是一个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2个锁针，然后挑针目前方1根线和下方1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又一个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接着在最后这个针目钩大括号里的针法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先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。完成后，第2排就完成了，预留一点线头剪断。起针的线头已经收了一点，可以剪断。预留的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收好。这样一个手臂就钩好了，往下按照同样的方法钩好另一个手臂即可。接着将手臂缝到身体上，来看成品。手臂缝在腿部上方间隔4圈的位置，缝合时将手臂稍微倾斜一点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将手臂第1排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完成后藏好线头。起针的线头也藏好。这样一个手臂就缝好了。另一个手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另一条腿的上方缝合即可。这样手臂的制作就讲完了，到这里主体也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配饰，来看成品。配饰包含五官、帽子、枕头和尾巴。先来制作五官。五官由腮红、鼻子、眼睛和耳朵组成。首先制作腮红，腮红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对应线，先环形起针，接着钩第1圈，完成后收一下线圈。
预留一点线头剪断，将线拉出，下面进行收针。收针前，先将起针的线头放到正面来，反面是有这样一条条横线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从第一针针目穿入，再从线头所在的针目穿入，稍微拉紧，这样收针看不出引拔痕迹。接着将两个线头预留一点剪断，这样一个腮红就勾好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勾一个。下面来安装腮红，取出一个腮红，将腮红粘贴在手臂上方间隔1圈，偏里一点的位置。先将热熔胶棒用打火机或者蜡烛融化后涂在腮红的正面，也就是将腮红的反面朝外。如果有胶枪，也可以将胶棒放入胶枪中预热后使用。粘贴时将预留的线头也一起粘在里面。这样一个腮红就粘好了，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将另一个腮红也粘好，这样腮红的制作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鼻子，来看成品。鼻子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W 短针1针放3针，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锁针起针，左手挂线，右手持针，逆时针绕线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1针，稍微拉紧，调整线圈大小。接着勾6个锁针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勾第1圈，倒2表示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，钩针挑起倒数第2针，外侧半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接着调左侧的外侧半针，依次钩3个短针，接着是短针1针放3针，挑剩余的这个锁针，钩3个短针，1、2、3，这样一个短针1针放3针就钩好了。接着旋转织片，调左侧锁针，剩余辫子的2根线，钩3针中长针，注意不要挑到这个短针1针放3针的位置。注意收好线头。
完成后，挑第一个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最后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二圈，这一圈挑针目后半针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起针的线头收了一部分，可以剪断了。完成后，引拔连接，拉紧，将织片正面翻朝外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鼻子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在鼻子上绣吉利绣作为鼻孔，2个鼻孔大致居中。下面请看我演示：剪取一节对应线材，穿入缝针，末尾打结。先在鼻子里面固定线头，然后在鼻子对应位置穿出，左手大拇指压住缝针，将线头在缝针上绕3圈，大拇指压住线圈，将缝针拉出，拉紧。接着，相连一点的位置穿入，稍微拉紧，这样一个鼻孔就绣好了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再绣一个，缝针从对应位置穿出，在缝针上绕线，将线拉出，稍微拉紧，向你位置穿入，
稍作调整。这样又一个鼻孔就修好了。将线头在鼻子里面打结藏好。剪断多余线头。这样鼻孔就修好了。往下将鼻子安装到身体上来看成品。鼻子是安装在腮红中间偏上方一点的位置，占据一圈，沿着鼻子边缘轮廓缝合。缝合前可以用胶扣先将鼻子与身体固定好，然后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沿着边缘一圈进行缝合。边缝边调整鼻子的形状。缝完后打结长线。这样鼻子就缝好了。下面来制作眼睛，来看成品。眼睛是成品，不需要钩织，直接将其粘贴到鼻子两侧偏上方一点的位置，两只眼睛对称粘贴。大家参考成品，将其粘好，这样眼睛部分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耳朵，耳朵有2只，制作方法大致相同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在左手上挂好，然后锁针起5针，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往回钩4个短针，这样第1排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2排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是翻面的意思，翻转织片。先钩2个短针，翻面后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然后空一针，在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，这样第2排就钩好了。这里我说一下，另一只耳朵这一排的钩法，把这一排的针法反过来钩，也就是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空一针，再钩2个短针。下面钩第3排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调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
这样第3排就勾好了。往下大家参考表格，将第4排也勾好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耳朵第4排勾好后的样子。接着沿着边缘1圈勾短针，一共17针，勾完后保持织片平整即可。最后引拔连接，多余的线头剪断。将织片整理平整，预留25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一只耳朵就勾好了。下面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勾好另一只耳朵。下面将耳朵缝到身体上，来看成品。耳朵缝在身体两侧，稍微偏前方一点的位置。最后一圈正面朝上，两只耳朵对称。缝合前可以用记号扣固定一下，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缝好后，将线从身体里面带到腮红上方一点的位置，将耳朵顶端这里与身体固定一下，然后将线头在身体里面藏好。这样一只耳朵就缝好了。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将另一只耳朵也缝好，这样耳朵部分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帽子，来看成品。帽子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 F 长针、FV 长针加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环形起针钩好第1圈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。这里的起立针算作1针长针，对应下方的这个短针针目。接着是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。先来钩第1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第2个针目，记得收线头。钩针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还剩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就钩好了。同一位置再钩1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2次，1、2，这样又一个长针就钩好了，长针加针就完成了。往下按照一个长针一个长针加针再钩1次。
完成后引拔连接，调起立针，第3个辫子上方2根线引拔，拉紧，起针多余的线头可以剪断了。接着将正面翻过来，下面来钩第3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左侧针目钩一个长针加针，注意这个针目有点变形，不要漏掉了。完成后依次钩2个长针，还是2个针目，依次钩一个长针加针，和一个长针，完成后引拔连接，调起立针，第3个辫子上方2根线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3圈就钩好了。后面的第4到8圈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第8圈钩好的小样，然后断线。下面来钩最后一圈，这一圈需要换色钩织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左手上挂好，然后在上一圈引拔的同一位置进行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往下对照表格钩织。钩织的时候将线头收好，放在钩针上方收进去。往下大家对照表格将最后一圈钩完，钩完后预留30厘米的线头断线即可，这样帽子就讲完了。帽子钩好后，将它缝在身体上方，来看成品。帽子缝在身体上方，前面大致与身体倒数第2圈对齐，后面大致与身体最后一圈对齐。沿着帽子边缘1圈进行缝合，1圈缝好后，将帽子第4圈和第8圈与身体固定一下。注意，帽子朝左后方，具体朝向也可以自行调整。往下大家将它缝好，缝好后在帽子起针处粘贴一个绒球装饰，这样帽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枕头，来看成品。枕头分为主体和花边，主体是相同的2片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第4排钩好后不断线，接着钩第5圈，沿着边缘钩1圈短针，起针挑剩余的2根线钩织，针目处挑针目钩织，两边挑1到2根线钩织，拐角这里钩短针加针，钩完后保持织片平整即可，完成后预留一点线头，最后将2片并在一起钩花边，
用到的新针法有 TW 中长针一针放3针，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2片主体，我们将最后一圈正面的这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，反面相对，取出对应线材，进行接线，钩针穿入2个织片的针目，将线勾出，接线完成。然后立2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接线的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，注意同时穿2个针目，将线头放在钩针上方收进去。我们将开始这2个中长针和起立针算作一个特殊的中长针一针放3针，完成后穿入2个织片左侧相邻针目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再挑织片相邻2个针目，钩一个中长针一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中长针。完成后，调左侧相邻针目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注意同时调2个织片。我们将中长针一针放3针和这个引拔针看作一个组合，我再演示一次。左侧针目先钩一个中长针一针放3针，相邻针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往下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织。遇到线头时，记得收线头。还剩一点位置时，可以往里塞入一点填充棉。继续将剩余部分钩完。完成后，在开始的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最后预留
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枕头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将枕头缝到身体和右侧手臂处来看成品。枕头是倾斜缝在身体对应位置，缝合时调枕头花边的入针位置，与身体和手臂缝合即可。往下大家参考成品，或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将它缝好。这样枕头的制作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尾巴，尾巴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钩织，钩完后预留15厘米的线头，将它缝在身体后方第8圈处，像这样竖向缝合底部这里即可。缝好后可以将尾巴拧出这样的形态，这样尾巴就讲完了。到这里配饰部分就全部讲完了。到这里，这款玩偶的制作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